你绝对不敢相信，车厂只用了一辆复古车，就只换到了2辆跑车，外加15000美刀。上集两人将车子带到报废厂后，老板对这辆车非常满意，认为在设计上完全符合他的设想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进行置换。马克来到报废厂的内部，一眼就看上了这辆1969年的雪佛兰，虽然成色没有多好，但是非常适合翻新，价值也很便宜，在15000美刀上下。而放在他后面的车子是一辆1962年的凯迪拉克，翻新的潜力也很大。正当肖恩打算谈价格时，马克又发现了一辆奇葩的蛋壳车，它不仅搭配了大功率引擎，而且车身还贴了上路证。马克也想把这个带走，不过对于报废厂老板来说，他并不想卖掉科迈罗，因为这辆车他也很喜欢。既然人家不愿意，那肖恩也没有办法，车厂只好带走剩下的2辆车，然后再让他补个15000美刀。报废厂老板觉得还挺划算，于是欣然答应了这笔交易。两人将车子带回车厂后，大家对凯迪拉克还是很满意的，但当看到车之后，众人感到非常惊讶，因为这辆车的市场太小了，就算改装好也不一定能卖得出去。戴斯认为目前车厂应该稳中求胜，不应该这么冒险。不过现在车子已经买了回来，说多了也没用。回到车厂之后，马克说出了自己的改装计划，他会先让托尼做一个巨型旅馆，固定在子弹车的尾部，当做一个火焰喷射器，接着在侧面连接燃料罐，连接线路到车子内部，按下开关就能发射出去。最后再给车子换上全新的涂装，来一套崭新的赛车车轮。这辆子弹车就算改造完成了，从他的介绍来看，车子的改动并不算大，最后能不能卖出去还得靠肖恩。马克让托尼负责这辆车，他则带着原始人和戴斯去另一个厂翻新凯迪拉克。这辆车的造型本身就很经典，在二手市场的销量也不错，所以车厂不需要有大的改动，只需要确保最后的质感就行了。你绝对不敢相信，哥谭车厂仅用了1个星期，就让这辆报废的凯迪拉克身价暴涨2倍。对于这辆车的翻新，马克的计划是这样的，他把整个过程分成4步。首先就是让原始人把车顶切掉，将车子变成敞篷，接着降低车身高度，换上定制的轮毂和车胎。第3步是重新设计内饰，加上经典的毛绒前尾板，最后给车身喷上豹纹火焰图案，让人打眼一看就知道是哥谭车厂的作品。这样一套流程下来，原本价值12000美刀的凯迪拉克身价就暴涨到25000，车厂净赚了1倍。交代好改装细节后，马克就去帮助托尼改装火箭车，原始人则拿起锯子开始切割上面的顶棚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，他和戴斯成功的取出顶板。按照计划走的话，下一步应该是降低车身，工程量可能会有些大。此刻在马克这边，他和托尼把车壳拆掉，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零件排列得非常整齐，将空间利用到了极致。因为车子的功能一切正常，不需要进行其他的修复，于是托尼就直接开始制作火箭喷射器。马克的想法可不是做一个样子出来，而是让其真的具有推进功能。这部分涉及到了很多物理知识，实施起来还是很麻烦的。据说要打造一辆火箭车，需要花费将近100万美刀。车厂的这辆算是减配版，让客户能花小钱办大事。经过将近1天的忙活，这个喷射器终于制作完成。接下来两人兵分2路，马克去设计管道和开关，托尼则焊接了一个固定架。完成后，两人将零件组装到了一起，然后推到外面去测试。没想到结果出人意料，正常情况下火焰应该是向后喷，而不是现在这种蔫了吧唧的。其实现在的这种效果，要是马克开着它去夜市摆烧烤摊，生意应该会不错。他把改进的任务交给了托尼，自己则来到原始人这里，帮两人降低车身高度。为了节省精力和资金，马克想出了一个奇葩的方法，用火焰喷枪对悬挂弹簧进行加热，等温度高到一定程度后，弹簧就会进行收缩，从而达到降低车身高度的效果。整个过程不需要花1分钱，就是效果估计不会太好。你绝对不敢相信，车厂竟然给子弹车加了一个火箭喷射系统，速度之快甚至需要用减速伞才能刹车。悬挂的问题解决后，马克接下来就可以给凯迪拉克喷漆了。他先给表面来了一层紫色漆，然后前面喷上白色，在最外面覆盖一层黄色火焰，最后的效果确实不错，看起来非常的帅。马克将车厂的员工都叫了过来，让大家一起进行收尾，争取先完成1辆车。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忙活，凯迪拉克总算是结束了，外观非常的豪华，就算拿去参加车展也会成为全场焦点。不过最后能不能卖出高价，还得看肖恩的本事。他找到了一位叫珍妮的买家，珍妮是一位老车的爱好者，非常热衷收藏各种复古车。当他看到这辆凯迪拉克时，表现得非常高兴，所有的设计都符合他的审美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肖恩报的价格，竟然直接来到了3万美刀。珍妮的预算最多就是18000，而且他也很了解这种车的行情，所以这次肖恩的忽悠估计不能奏效。好在珍妮确实是喜欢这辆车，所以他们最终以25000的价格成交了，这也刚好符合车厂的预期。接下来大家重心全部放在火箭车上。根据托尼的调查和学习，他了解到要想达到喷射的效果，
就必须增加氧气和燃料，同时增大气压。由于车子的空间有限，无法加装更大的燃料罐，所以托尼决定以数量来弥补。他用了更多的小燃料罐，然后加了氧气作为推进剂。重新调整了设计之后，大家来到户外进行测试。Come on, more! Open it up. There you go. Fire! 这次的效果还算不错，算是完成了推进任务。接着大家回到车场，给车身贴了一层红色的膜，然后将车子开到了沙漠里。随着喷射按钮被按下，车子就像火箭一样瞬间加速，最后还得靠减速伞才停下来。尽管它的性能很好，但肖恩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。车厂翻新这辆车，成本方面一共花了4万5美刀，但买家只愿意出3万。这意味着如果卖掉火箭车，车厂就会亏损1万5。大家此刻意见不一，各执一词。最后马克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期待下集。